大家早安，我是 Misako， 我现在人在河津车站。上一支影片有带大家去热海看热海樱，热海樱结束之后，紧接着其实就是河津樱接力盛开。那河津町这边的河津樱现在也已经进入最佳观赏期，我背后这边全部都是人。今天虽然是平日，但是非常多人都为了来这边看河津樱出动了。这支影片呢，除了会带大家逛一下河津町的河津樱之外，下半部我会带大家坐观光列车 Safiri Odoriko， 就是我在热海那一支影片也有坐过的观光列车。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我现在已经进来了河津町祭典的主会场，从车站对面呢就可以看到一整排的河津樱。那这边的河津樱特色就是可以跟油菜花一起入祭，从一开始就非常的好拍。那河津町其实每年2月的时候都会有河津樱祭典，今年的祭典呢是2月1号到2月29号，蛮长的，就是举办一整个月。大家如果是想要瞄准最佳观赏期的话，大概是推荐2月中旬左右来，会是最漂亮的时期。除了会有非常多的摊贩可以逛以外，晚上还会有夜间点灯可以欣赏，所以大家也可以留在当地住一晚，欣赏这边的夜樱。来到河津町的其中一个看点，就是在滨桥可以拍到樱花跟电车的景色。我刚刚已经拍一轮了，好多台列车经过，超漂亮。而且我还有拍到 Safiri Odoriko， 就是下午要坐回去东京的观光列车，超开心。哇，这边居然有卖河津樱诶，可以买一盆回家种，而且它感觉高度不会很高，不知道好不好养。来河津町看河津樱一定要做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买我手上的粉红鲷鱼烧，是不是很可爱？整尾都是粉红色的。买了这个粉红鲷鱼烧，再跟背后的樱花一起拍照，是不是超级合的？这条长长的祭典摊贩里面，其实有3、4家都有在卖这种粉红鲷鱼烧，只是说每一家技术都有点参差不齐，加上它里面包的馅也不太一样，所以有一些会蛮丑的，然后有一些呢里面包的馅吃起来有点难吃，所以大家可能要沿路挑一下来吃吃看。我买了这个鲷鱼烧到底好不好吃？它这个粉红鲷鱼烧跟一般我们平常吃到的鲷鱼烧的皮不太一样。一般的鲷鱼烧它吃下去是有点脆的，但是它这个是有点麻吉的口感。它里面是包红豆馅，这个是好吃的。麻糬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加了很多馅之后就是比较甜，而且刚好买的时候是它热热刚烤好的样子。它里面包的馅蛮多的。过了来宫桥之后有一间摊贩，不过它可能每年摊贩的位置都不太一样。总之大家买之前呢，就是注意一下它烤出来的形状跟色泽有没有漂亮，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边有没有修的漂亮，这样合格过关。肚子超饿，所以我又去买了一只肉串。因为这个沿路摊贩其实也卖蛮多咸食的。好，开吃。好好吃哦，饿太久了，吃什么都好吃。爹有了。
我现在已经走到了丰泉桥这边。河津町这一条主要的会场总共会经过8个桥，沿着河津川这样走的话，大概是4公里左右。听说这个河津川沿岸就有850棵的河津樱，然后听说整个河津町地带有超过8000棵的河津樱，跟热海樱的数量真的是完全不能比。而且你看背后的。这是很漂亮很壮观，它其实下面你是可以走下去，沿着河堤散步，然后跟樱花拍照。我现在已经回到了河津车站，等一下就要搭 Safiri Odoriko 这一台观光列车回东京，等一下就要详细为大家开箱这台观光列车的特色。我现在已经上到 Safiri Odoriko 这辆观光列车上，然后一上车没多久，首先来跟大家介绍食堂，也就是餐点的部分。这一辆观光列车，它的餐点的部分比较特别一点，跟其他观光列车不一样。你预约座位的时候，它是不附餐点的，它的餐点是你要跟座位分开预约，而且如果你没有事先在网络上先预约它的餐点的话，你是不能够进到这个食堂车用餐的。它其实食堂车还有很多规定，像是每个人一次预约就只能使用20分钟，然后它的餐点有非常多种可以选择，它有正餐，也有一些小甜点、点心、饮品。但是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个食堂车，你想要在这里用餐的话，你就必须要点它的正餐，像是我现在眼前所点的，我点的是中华风卤肉的担担面的沾面，然后朋友点的是叉烧冻饭，就是像这种正餐类的。在这边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要预约餐点的话，你要上到他们一个叫做 Safiri Pay 的网站上面先预约，建议大家就先上网预约，因为它取消是免费的。好，那我们赶快来开动。我现在在1号车厢，它这个座位设计的非常的有特色，这个人坐进来像是被包覆一样，非常的有安全感。而且这个座位还不止这样，它座位是可以倾倒的，它还有读书灯，而且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它这个座位可以整个旋转，所以像是如果你跟2-3个好友一起来坐这辆观光列车，你就可以转个面对面，你可以跟朋友一起面对面聊天。你看底下这边可以放自己个人的行李，这里还有挂钩，你可以吊自己的包包之类的。1号车厢它其实也是上面可以看到天窗，窗户可以看到伊豆的海景。Safiri Odoriko 是永子号 Odoriko 的升级版。Safiri 这个词在法语当中是蓝宝石的意思，它象征的就是伊豆的天空跟海景。所以其实你不管是从外观，或者是你一踏进这辆观光列车，你可以满满的感受到这一辆车使用了非常多蓝色的元素，超级浪漫，超级漂亮。整台列车真的非常的有质感。我现在在3号车厢，这辆车的2号跟3号车厢是各式车厢。那它这边有分为1到6人使用的超大的各式包厢，还有1到4人使用的比较小的各式空间。这2个的窗景呢，其实都是面海的，而且它的食堂车的餐点又是跟一般的餐点是不太一样，它有推出各式限定。所以如果你预算够的话，我个人蛮推荐大家可以订这个各式包厢。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该怎么预约这一辆车。这一台车呢，其实跟其他的观光列车一样，都是
是提前1个月就可以开放给大家预约。那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你是要订一般座位的话，你是可以透过 Akinedo 这个网站预约的。但是如果你是想要预约各式的话，你只能透过绿色窗口或者是绿色的那个机台去做预约。关于推荐座位，不管是1号车或者是5到8号的一般座位，都推荐大家是 A、B 座席。如果你想要保证可以看海的话，绝对要订热海车站到伊豆及下田这一段车站才会有满满的海景可以看。如果是过横滨之后呢，基本上就看不到海景了。这个是大家预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小地方。接下来来到了5号车厢 Safari Odorico， 它的5号到8号车厢都是一般的绿色头等车厢。那它其实虽然是一般座位，可是它其实座椅也设计的蛮好的，像是它是可以倾斜。它还有读书灯，上面也是有天窗的设计，从窗户也是可以看到海景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到我这一次预约的座位，其实也蛮推荐一般座位，就已经可以很好的享受海景。如果大家是想要从东京车站出发到河津车站，其实有2种直达方式。一种方式就是乘坐我今天搭乘的 Safari Odorico 这一辆观光特急列车。它好的地方是它每天都有班次运行，而且是来回都有。只是说我觉得它比较可惜一点的地方就是抵达跟出发时间就有一点晚。如果你坐到河津的话，大概是已经下午1点，那可能就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在河津当地逛。然后出发时间最晚的班次是下午4点多，那就代表说你不能在河津当地逗留太久，你是没有办法看到夜莺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赏夜莺、想要赏夜间点灯的话，就会建议大家直接在当地留宿1晚。那第2个前往河津车站的方法就是搭一般的特急 Odorico， 就是勇子号。那一辆特急也是全车指定席，也是需要事先预约。大家，我已经抵达东京车站了，一样来总结一下这一次河津一日游的心得。最大的心得就是时间完全不够用，河津有点远，你从东京要到河津的话，最快也需要大概2小时半左右，所以你就算一大早出发，抵达河津大概也是快要中午的时候了。本身河津町又非常的大，它的看点非常的多，光是那一条长长的河津的樱花隧道就有4公里左右。主要是因为下午我订了观光列车回东京，它的班次时间就比较早，大概4点50分左右就发车了，所以会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的玩河津町那一带，加上你也想要看夜莺，它有夜间点灯，还有你也想要坐观光列车的话，最推荐的就是在当地住1晚。另外一个看点当然就是观光列车，虽然我很喜欢这台观光列车，但是我觉得它本身最大可惜的地方就是它的食堂车的时间限制，可以的话会希望它可以开放大家自由使用。然后另外可惜的就是这么漂亮的观光列车居然没有出任何的周边商品。好，以上就是本次的影片，希望这支影片有带给大家在规划旅游的时候有一些想法。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也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跟帮我分享出去哦。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